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在人间火速来袭，赵丽颖配音幕后照曝光，首播时间震撼公布。赵丽颖主演微短剧《在人间》将播，搭档银房等实力派演员。剧集制作近尾声，暂定3月播出。赵丽颖跨年龄段诠释女主，与银坊的对手戏成看点，或掀起追剧狂潮。作为八花中的佼佼者，赵丽颖在过去2年时间的发展无疑是耀眼的，一连拿下3个影视圈的大奖，而且还在电影赛道上彻底站稳了脚跟。再加上此前拿下了微博曲 EEN， 证明了自己的人气，不论是作品实际，又或者是流量属性上，都已然是最为顶级的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当赵丽颖工作室近日晒出了在人间的配角画面，整部剧的开播再度提速后，也是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和关注。毕竟一部影视作品到了配音的阶段，也就能说明该剧的制作趋近于尾声。再加上在人间此前就拿到了发行许可证，2个信息结合之下，剧集正式开播或也是不远了。众所周知，在人间是一部只有8集的微短剧，在徐冰的自编自导下，整个剧情的大致框架由原著中的多重人格变成了2位主角携手在多重世界冒险，讲述了女主贾小朵和出租车司机徐天在奇幻的世界中与诸多受困于生活、爱情的年轻人一起冲破桎梏，最终找到自我的精彩故事。在剧中出演女主的赵丽颖，此番也是再度迎来了突破。从角色的相关设定以及剧中的造型来看，赵丽颖此番饰演的贾小朵其实远比自己年轻，属于跨年龄段的诠释。不过好在现如今的赵丽颖在人物表达和诠释上的能力非常出色，在精准把握了角色后，整体的表现让人再度惊喜。与赵丽颖搭档的男主银坊，则是新生代男演员中非常有实力的一位。虽然人气一般，但在过往主演的剧集中都展现出了非常不俗的人物塑造能力，并且在诸如天下长河里更是以绝对的情感爆发力给观众留下了太多深刻的记忆点。此番银坊能和赵丽颖携手冒险，2人之间的对手戏必定也将成为整部剧最大的看点之一。而2人的组合也属于是演技派的强联手，能带给剧集最为出色的竞争力，进一步提升作品的成绩上限。而除了赵丽颖和银坊外，在人间的配角阵容更是老熟人云集，清一色的实力派。其中既有对于此类奇幻剧非常熟悉，有过相应表演经验的张一山，也有绝对的演技实力派周一围，更有董子健和孙谦这样非常有实力的年轻演员。他们在剧中不仅与各自角色有着极高的适配度，而且也都用自己的理解和诠释，赋予了角色更多不一样的看点和精彩。这里不得不提的就是与赵丽颖二搭成功的孙谦了。此前2人曾在《风吹半夏》中有过非常默契的合作，此番2人在剧中的诸多对手戏也必定会成为一大看点。而关于在人间的档期问题，目前也是有了更为明确的信息。根据播出平台的预热以及豆瓣等网站的标注，在人间暂定的档期将会是3月份。以剧集目前呈现出来的制作质量，再加上赵丽颖等主演的扛剧能力加持，剧集播出后或也能在第一时间掀起新的追剧狂潮吧。在人间未播先火的热度，从发布之初就引发了全网的高度关注。作为一部集悬疑、情感和社会话题于一体的年代剧，它不仅凭借新颖的题材和深刻的社会寓意吸引了大量剧迷，更因为赵丽颖的加盟而备受期待。赵丽颖此次饰演的角色将是她近年来最具挑战性的一个，而她首次为自己角色进行全程配音的举动更是让人眼前一亮。赵丽颖的配音画面一经曝光，便引发了热烈讨论。从现场照片可以看到，她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角色的每一个情绪细节之中，声音与情感的深度融合展现了她作为实力派演员的专业态度。这不仅是她首次尝试全程配音，也是她用声音赋予角色灵魂的一次全新突破。
许多粉丝纷纷表示，光看配音画面就已经被他的情绪感染，期待首播后能感受到更加震撼的视听体验。在配音过程中，赵丽颖展现了她对细节的极致追求，每一声叹息，每一丝语气的变化，她都力求与角色内心的波动完美契合。她曾在采访中提到，声音是塑造角色的重要部分，通过亲自配音能够让自己更贴近角色的内心世界，从而让观众体会到角色更真实的情感。这种对角色的深入剖析和全心投入，也正是他在观众心目中长久保持高人气的重要原因。在人间的首播时间终于揭晓，带来了粉丝们期盼已久的惊喜。许多剧迷早已迫不及待，纷纷在社交平台上表达对这部剧的期待。赵丽颖的配音突破和演技表现都成为大家讨论的焦点，网友们纷纷猜测剧中人物的命运走向以及故事情节的跌宕起伏。毫无疑问，这部剧将再次掀起一波全民追剧的热潮。赵丽颖的每一次作品都能引起现象级的话题讨论，她的敬业精神和创新尝试值得被更多人看到。通过在人间，她不仅再一次证明了自己作为顶级演员的实力，也用行动激励更多年轻演员不断挑战自我，勇敢突破舒适区。她的成长和进步，让观众看到了坚持、热爱和努力的力量。作为观众，我们不仅期待剧情的扣人心弦，更期待看到赵丽颖用声音和表演塑造出一个全新的角色形象。在等待首播的日子里，让我们一同期待在人间如何在荧幕上震撼心灵，给大家带来感动和思考。赵丽颖的精彩表现又将如何为我们呈现一次影像艺术的视听盛宴？答案即将揭晓，请拭目以待，共同迎接这场万众瞩目的影视盛宴。体世界聚焦，王一博献唱亚冬会主题歌，引爆冰雪热情。18日，哈尔滨2025年第9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式主题歌点亮亚洲推广区 MV 发布。为让歌曲准确、精妙地传达亚洲是一家的情感内核，作曲家栾凯、词作家梁芒与导演组反复打磨歌词和旋律。第一段副歌以点亮亚洲为主题，旋律激昂澎湃，象征着团结与希望。第二段副歌则更加亲切、真挚，歌词你好朋友，你好亚洲弱化了距离，强化了情谊，描绘出地久天长的深厚友谊。为了更好地体现冰雪运动的蓬勃发展态势，导演组特别邀请到了青年歌手王一博参与点亮亚洲推广区 MV 的拍摄。作为冬奥文化推广使者与冰雪运动推广大使，王一博热爱冰雪运动，身体力行地参与到滑雪、冰攀等运动项目中，与歌曲希望诠释的冰雪同欢的精神相契合。看体坛，亚冬会亚布力山地媒体中心开始试运行。这是1月16日拍摄的2025年第9届亚冬会雪上赛区亚布力山地媒体中心内景新华社。哈尔滨亚冬会将于2月7日开幕。据报道，目前亚冬会亚布力山地媒体中心已经开始试运行。在公共媒体工作区，整齐摆放的办公桌椅和白色台灯，可供80名记者同时使用。为提升记者工作的高效便捷性，在每个公共席位上都配备了电源插座和互联网接入口。在旁边的大屏幕上，可看到各个场地实时比赛画面、奖牌榜等信息。看体坛，英超曼联1-3不敌布莱顿。北京时间20日凌晨，在英超第22轮曼联主场迎战布莱顿的比赛中，上半场明特率先破门，毕费奇后通过点球扳平。下半场三山勋、吕特分别进球，曼联最终1-3不敌对手，同时也终结了连续3场不败的局面。看体坛，澳网德约将战阿尔卡拉斯，德约科维奇庆祝胜利。新华社。北京时间19日晚，在澳网男单第4轮比赛中，阿尔卡拉斯在7-5、6-1赢下前2盘后，对手德雷珀因伤退赛，由此阿尔卡拉斯连续2年晋级澳网8强。稍晚时，
德约科维奇6-3、6-4、7、6-4利克莱赫卡连胜2位捷克选手，也打进8强。德约继去年巴黎奥运会决赛后，将再战阿尔卡拉斯8强赛。看体坛，印度公开赛国羽斩获1冠，蒋振邦又为压薪在颁奖仪式上合影新华社发。北京时间19日下午，2025年世界羽联世界巡回赛印度羽毛球公开赛展开决赛日的争夺。中国队当日唯一出战的蒋振邦为压薪混双组合以大比分2-0横扫法国组合及凯尔德尔吕，夺得混双冠军。这是他们夺得的本赛季首冠。看体坛，新疆第2届冬运会开幕。18日晚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2届冬季运动会开幕。该赛事是新疆水平最高、规模最大、项目最全的冬季综合性运动会。此次冬运会主题为绽放冰雪激情，逐梦亚新之都，设7个大项、10个分项、180个小项竞技体育项目。比赛已于2024年10月起陆续开展。共有来自新疆14个的州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10合字代表队的80支运动队1200余名教练员、运动员报名参加竞技体育项目。看体坛，傅明获准执法。日本足球顶级职业联赛，傅明又在职裁中新华社。近日，日本足协裁判员委员会公布了2024年度新认定的14名1级裁判员名单，其中包括中国足协国际级裁判员傅明。傅明今年42岁，曾参与执法奥运会、亚洲杯、世俱杯等大型赛事，是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候选裁判员之一。在今年1月2日公布的2025年中国足协国际级裁判员名单中，傅明榜上有名。生体坛，李霄鹏，家乡球队需要我更要全力以赴。李霄鹏在赛场边观看队员训练。新华社18日，青岛海牛足球俱乐部发布消息称，国足前主帅李霄鹏担任新赛季青岛海牛一线队主教练，将绿队征战2025年中超联赛及足协杯各项赛事。对于此次回归，李霄鹏表示，家乡球队需要我无论如何也不应该拒绝，更要全力以赴，争取做到自己能力允许的最好程度。生体坛，张本智和，失败的时候，正是成长的时候。张本智和新华社。北京时间18日，在 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常规挑战赛马斯喀特站男单决赛中，19岁中国小将陈元宇战胜日本队名将张本智和，获得男单冠军。赛后，张本智和表示，单打获得亚军，虽然输了很不甘心，但失败的时候正是发现问题、进一步成长的时候。对手也打得非常好，全日锦标赛之前一定要克服，请多多关照。生体坛，玉珍拉姆，可能性留给以后。玉珍拉姆赛后接受采访新华社。近日，在2025年都灵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滑雪登山混合接力比赛中，玉珍拉姆与搭档张成浩在决赛中名列第4，两人赛后都深表惋惜。赛后，玉珍拉姆表示，我俩太想拿奖牌了，但最终还是差一点，我们都尽最大努力了，还是接受眼前现实，把可能性留给以后吧。本届大冬会后，中国滑雪登山队将转战安道尔，备战世界杯，为米兰冬奥会争取积分。生体坛，特巴斯希望将西班牙足球精神带到中国。近日，西班牙职业足球联盟在上海宣布，与鼎和控股合作设立西甲上海足球学院。西甲联盟主席哈维尔·特巴斯对此表示，我们坚信自身是一流的学院，也期望在中国打造一流的西甲足球学院。中国人民对足球的热爱跟西班牙人一样，希望将西班牙足球精神带到中国来，在中国开花结果。评体坛，自我突破才是竞技体育的魅力所在。北京时间19日，
在2024-2025赛季国际雪联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世界杯普莱西德湖站比赛中，中国队老将徐梦桃以 0.35 分领先优势摘得女子项目金牌。这是徐梦桃本赛季获得的首枚世界杯金牌，也是她个人第35枚世界杯金牌。赛后，徐梦桃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持续超越自己刷新的记录，这就是突破，这就是竞技体育赛场的魅力。双引号，徐梦桃庆祝夺得冠军图片来自徐梦桃个人社交账号。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中国冬奥军团雪上项目为数不多的夺金点之一。不过，因世界强手众多及项目本身风险性和偶